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分享一些来自国服艾莉诺的报告，其中今天分享的报告包括 KVK 的报告，还有昨天奥西里斯联赛的报告。那我知道奥西里斯联赛的报告参考度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我之前有说过艾莉诺本身的技能其实比较符合埃及或者是联赛使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参考价值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想要埃及或者是联赛使用的玩家。不过在分享报告之前，跟大家讲一下艾莉诺的技能特效，其实它的特效并不是官方所分享那样只有一个符文而已，而是它会开出花。是的，你们没有听错，那实际上它的技能演示是这样子的。我个人是真心觉得它这个技能特效是非常酷炫的。不过这个方向看得不是很明显，我们换个角度，它所开出的花就是鸢尾花。那接下来所分享的报告呢，我没有办法拿到整体的报告，只是看到一些玩家的截图而已。那根据这个报告分享，双方应该都是没有补兵了，击杀积分也算比较合理，双方应该都是带 T5。不过这份报告驻防的战损是比较漂亮的。第二份报告其实参考价值并不是很高，因为集结方是没有补兵的，并且集结方它是任由集结从头打到死为止。所以我们直接看第三份报告。那以兵量来看，双方也是没有补兵的，但是显然驻防方还是胜利了。不过其实这份报告跟第一份报告是同一个人，我感觉他们是在做测试。第四份报告的搭配就有一点不一样了，他会用塔里克搭配亚述巴尼巴，应该是因为他们玩兵无常识，所以才会看到这个搭配。但是你们从兵量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地方了，驻防是有补兵的，但是集结没有补兵，而且集结反而是被围殴的。虽然被围殴的集结报告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啦，但是艾莉诺其实他本身的技能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搭配使用，因为他的技能有辅助的效果，可以帮助周围帮忙围殴的部队提升争议。所以我分享这份报告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是有帮忙围殴的情况下出来的报告会变成怎样。并且从集结的部队数量来看的话，他有被围殴，但是围殴的部队应该是等到最后的时候才围殴，所以才会看到他这里消失的兵量并不是很多。最后一份我收集到的 KVK 报告，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集结应该是有被围殴，或者是他 AOE 有打到其他的部队。会特别注明这一点，就是要给大家知道艾莉诺的身边是有其他的队友在帮忙的。艾莉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提升自身的争议。而且从报告的兵量看来的话，其实他们补兵补了蛮长一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这个驻防里面全部都是骑兵。那么老实说，如果是纯兵驻防的情况下打出这个报告呢，其实以 KVK 来说不算是很好的战报，因为如果换去其他的驻防统帅，比方说哥哥之类的，其实他的战报会更加好看一点。不过你们也看到了，驻防最后的兵量是剩下0的，也就是说驻防有很大可能是在被围殴的。那如果是围殴的情况下打出这样的战损，其实我个人还可以接受。那当然的，如果是真的围殴的情况下，我还是会选择用步兵去驻防啦。那基本上我收集到的 KVK 报告就只有这么多，没错，是真的很少。接着要分享的就是在奥西里斯联赛里面所看到的一些报告。这个报告是有补兵，但是也是在中间的时候才补兵，然后对方是有围殴这个驻防的。那只是光看集结跟驻防的话，其实驻防报告不是这么好看，但是也是顾虑到它里面的兵量没有集结这么多，所以报告稍微亏一点是比较正常的。至于部队争议方面呢，毕竟大家都已经打到联赛了，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们的争议都不会太差，这边我就不讲这么多了，就简单带过。除了新的驻防统帅之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位新的野战统帅贝利。那其实这一点是谁意识表现的不错，他会搭配使用贝利，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队伍一直持续的在围殴，让驻防的血量掉得比较快。所以这个报告你们可以当做是当艾莉诺的驻防被围殴的情况下出来会变成怎样。不过这个是没有补兵啦。下一份报告是有补一个队伍进去，不过这个也是等到后期有人围殴的时候才补进去，那前期基本上都是靠集结去攻击而已。最后出来的报告就是这样了。那其实如果是从集结的部队数量来看的话，其实集结应该是有被一个队伍攻击的。至于驻防它是用混兵，再加上最后是有被围殴的，但是这个报告其实不太好看啦。那么从双方的部队争议来看，其实还算可以，可能在军器上面有一点差异。因为现在联赛也是可以用军器了，所以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们到底有多少个专属铭文。而且这份报告也不能说驻防没有人补兵，因为集结也是一样的，反而集结一开始出去的部队数量都比驻防还要更少。
至于下面的围殴部队是谁还是操作得很不错的，他们还是会利用贝利的技能去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不过攻击的时间有一点太迟了，因为可以看到那时候驻防只剩下大概20多万部队左右。假设在早期就直接用贝利去围殴驻防了，相信他们的报告会更加好看。再来下一份报告集结就有补兵了，不过看数量应该也只是补一堆而已。驻防一开始的兵量会比较少，但是以驻防是用混兵的情况下打出这样子的报告，其实还算是可以接受。那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报告，不过各位可以明显看到集结其实是有被围殴的，所以参考价值也不是很高。不过我们可以从艾莉诺的战斗日志里面查看到底是有多少个部队去围殴集结。像艾莉诺的技能有写到，如果不包括自己的部队的话，其他的部队所造成的伤害会提升1%。像他这里所有伤害提升2%，也就是说有2个队伍是在帮他围殴着集结的。这份报告也是没有任何的补兵，但是在中间有被另外一个队伍攻击到。不过说实在的，以混兵来说，这份报告其实表现得还算是不错，而且也是要考虑到中间有被一个队伍打，刚好围殴的部队就是项羽贝利。不过其实这个时候贝利的觉醒技能是发动不了的，他必须要有3个围殴部队以上才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最后再对比项羽跟贝利打出来的报告，其实这份报告算是不错了。在看了这么多份报告都是驻防劣势的情况，现在我们看优势的情况出来的报告会变成怎样。这份报告其他的部队全部都是野战的，所以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在打这野战的时候顺便打驻防，因为这里的其他部队兵量损失不是全部都是因为驻防而损失的。我也是分享给各位看了，如果你们刚好在建筑物隔壁打着野战，出来的表现会变成怎样。因为如果根据艾莉诺的战斗日志来看，在艾莉诺的驻防据点附近是有自己的队友的，而且推测下来应该是超过5队以上，所以对方的野战部队打出来的报告才会这么难看，损失这么多的部队。不过最后一个围殴的部队呢，其实没有被野战打，但是出来的报告也不太好看，打到一半就撤退了。还有下一份报告我们接着看。来看这里的报告呢，估计对方是要回去换兵了，所以都是直接去撞驻防，报告都不太好看的，所以参考价值其实也不是很高啦。所以这里我们就快速带过，然后看下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补了一个队伍，然后被3个部队打到，其中一个部队是集结部队。为什么集结的报告不太好看呢？因为驻防的兵量比较多，再加上驻防的周围其实是有队友的，所以不排除集结是有被围殴的。从2%的争议上来看，应该是有2个部队是攻击这集结的，后来周围的那2个部队是有攻击其他的野战部队。不过这个时候剩下1%的提升，应该只剩下1队而已。这一份报告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参考价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那虽然兵量没有拉得特别高，但是有一直持续的在补兵，反而敌人的重伤是驻防的2倍。根据下面的部队兵量来看的话，对方他们其实没有正在野战。艾莉诺的提升3%，也就是说旁边应该是有3个队伍，但是我觉得这个队伍应该是用来补兵用的，而不是打架用的。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查看一下，如果对方是有围殴的情况下，但是你的驻防是有补兵上去的时候所出来的报告，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围殴的部队大多数都只是剩下半血以下而已。推测在这个时候对方应该要去拿灵柩了，所以就直接撞了驻防回去换兵。当然各位也不要骂先啦，因为报告后面还有其他的部队，那些部队都大概都是30多万左右，就是正常的野战部队，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这里损失的兵量不是很正常啦，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个建筑物旁边打架的，试图是想要用这个方式去把这个据点给打下来的，但是可以显然看到这个据点附近又有队友帮忙，再加上这个驻防是有持续在补兵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打下来。虽然这种情况在 KVK 里面会比较少发生啦，不过还是分享给各位看一下，参考一下，或许之后在埃及或者是奥西里斯联赛可能会用到。这份报告也是今天所分享的最后一份报告了。那其实在昨天的奥西里斯联赛有不少关于艾莉诺的报告，但是我担心大家会认为说这些报告的参考价值并不是很高，会不想要看，所以就暂时分享到这里。至于各位在看了艾莉诺的报告之后觉得怎么样呢？那我觉得如果是用混兵的情况下，艾莉诺搭配杰格出来的报告其实还算是不错的。当然是不考虑围殴的情况下，围殴的话还是用步兵驻防会比较保守。
那艾莉诺是不是在 KVK 完全没有用途呢？其实还是有用途的。如果是对方的集结开过来，刚好你们的野战部队也是有把握可以把这个集结围下来，这个时候就可以换成艾莉诺，利用艾莉诺的技能提升你周围的野战部队。但是说实在的，这样子操作会比较麻烦一点，那我比较偏向于在奥西里斯联赛使用会比较方便一点。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或者是我有哪些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